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期节目，我是小渊。第一个案件发生在美国的加州，作为全美最富有的地方之一，这里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精英。之前小渊就讲过，加州是个很神奇的地方，总是喜欢出意外。例如今天这一位女生，她的人生就出了2次意外。2023年2月，一位华裔少女再次引起热议，她就是史简娜。简娜之所以这么备受关注，是因为此前她涉嫌开车灭父，因为这件事她被警方拘捕候审，同时被迫从顶尖大学斯坦福退学。本以为她的人生会就此落幕，可后面发生的事情又出乎了大家的意料。被警方撤销指控后，简娜凭借 GPA 4.0 的成绩，从社区学院考入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这个商学院相当出名，在全美商学院排行前20。如今简娜已经学业有成，并在一家地产科技公司实习。在这个女孩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引人注目的标签：华裔少女、斯坦福大学、天才花滑少女、加大商学院、杀人嫌犯、中国式家庭教育等等。她屡屡进入大众视野的背后，究竟有怎样的内情？要想解答这一切，得先了解一下她的人生经历。根据资料，史简娜出生在美国，父母是华人移民，父亲是软件工程师，母亲是一名白领，两人都算是高级打工人，给女儿提供了非常不错的物质条件，让她从小就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正像大家经常说的，第一代学计算机，第二代学金融和艺术，第三代直接躺平。在父母的精心培养下，简娜从小品学兼优，在就读的精英私立学校里成绩名列前茅。完成学校的课程之余，他从小就开始学习花样滑冰。14岁时，曾代表广州市某花滑俱乐部参加美国的花滑少年组的比赛，获得了第12名的好成绩。后来他又在2018、2019连续2个赛季斩获美国东部5大湖地区锦标赛比赛冠军，在当地被誉为天才花滑少女。凭借不错的术科成绩和突出的花滑成就，2021年他被美国斯坦福大学录取。如果不是后来开车撞父，他可能也会像谷爱凌一样，在斯坦福大学一边努力学习，一边努力向冬奥会发起挑战。但偏偏事情就出现了意外。2021年4月19日这天，简娜和父亲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一怒之下的他打算开车离家出走，父亲急忙追出去，跳上引擎盖，想以此逼停女儿。谁知气急败坏的女儿直接一脚油门，导致他被甩了出去。被甩出去后，简娜的父亲重重摔倒在地上，头部顿时血流不止，可女儿却头也不回地径直离去。这可怕的一幕正好被邻居家的监控记录下来。经过救治后，简娜的父亲侥幸脱离了生命危险，可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需要有人全天照顾，并因此失业在家。案发后，警方逮捕了简娜。2021年4月时，还以涉嫌人身伤害和鲁莽驾驶起诉了他。因为未成年的身份，简娜不用承受牢狱之苦，但却因此被斯坦福大学取消了录取名额。从拘留所出来后的2年时间，他进入当地的社区学院，一边就读，一边打2份兼职，只为父亲筹集医药费和学费。谁也想不到，昔日的斯坦福学子、花滑冠军、天才少女这些光环，全被他一脚油门在一夜之间撞空。天才少女为何会在梦想触手可及时，突然和家人发生如此激烈的冲突，甚至不惜开车撞父？原来简娜虽然被斯坦福大学录取，但并没有拿到全额奖学金。父亲表示，因为花样滑冰需要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小到营养师，大到专业的教练等等，每一个项目后面都是长短不一的数字，而且随着赛事的升级，很多项目的费用都会翻倍增长，年年这样花钱，工薪家庭根本无法承受。父亲告诉简娜，你老爸能力实在有限，今后没法再供你继续学习花滑了，用花滑把你送进斯坦福已经是我最大的能力了。父亲的这个决定，对于热爱花滑运动并且希望继续冲击冬奥的简娜来说，无异于是巨大的打击。将近10年的努力和付出，却在收获一张录取通知书后被抹得一干二净。
换作是成年人都难以接受，又更何况是身心尚未成熟的女儿。父女两人多次因此发生争执，最终点燃了悲剧。讽刺的是，因为教育理念产生分歧，一言不合便和父母开干的花花孩子并不止史简娜。2010年，加拿大一起华裔少女雇凶杀父弑母的案子震惊了世人。她就是詹妮弗。为了让女儿考入好大学，詹妮弗的父母从小就让她学习花滑、钢琴等多种技能，经常要求她滑到10点，回家后她还要继续练习和写作业。可因为天赋不足，詹妮弗在花滑方面没有拿过好成绩，高中毕业后也没能考上大学。碍于父母的苛刻，她伪造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每天佯装去上学，但其实是在餐馆里打工。事情败露后，父母逼迫她重读1年。这一次，因为不想被全天候管教，詹妮弗居然选择雇凶枪杀父母，最终她被判终身监禁。史简娜和詹妮弗，一个是想滑冰却没钱继续滑，一个是不想滑冰却被父母逼着滑，一个是撞父亲，另一个是杀父母。天才少女们都成了阶下囚。只不过史简娜靠着自己的努力，给自己和父母又扳回了一局。她的人生还有很多如果，可买凶杀人的詹妮弗就只能每天看着监狱的高墙，暗自悔恨了。第二起案件发生在美国的伊利诺州，同样也是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犯下的惨案。2013年9月27日上午11点，伊利诺州警方接到一名年轻女子报警。来到案发公寓后，警方发现屋内现场一片血腥，一名华裔女子惨遭杀害。警方赶到时已经没了生命体征，现场被围起层层警戒线，吸引了不少民众围观。因为案发地跟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之间只隔了几个街区。更让人不安的是，死者是该校的一名中国女留学生黄梦辰，年仅25岁。在2006年时，她从南京师大附中毕业，接着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是个文静又有时开朗的女孩。后来在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读博，和前男友同一个学校，两人都是在读博，一个读艺术，一个读数学。在案发前1个月，死者提出了分手，但遭到前男友单方面拒绝。案发1个星期前，她和另一个中国男生确立了恋爱关系。爱人告诉警方，凶手是个名为次永飞的中国博士留学生，29岁，是自己室友的前男友。案发前，两人因为感情问题频频发生矛盾。案发当天，他强行进入自己和室友所在的公寓，然后将他们分开捆绑，把自己锁在卫生间后，次永飞开始质问室友和现任男友的事情，包括是否已经发生了性关系等等。在上午11点左右时，趁着次永飞施虐时，自己趁机逃到大街上求助，才侥幸捡回性命。法医鉴定结果显示，死者是被人活活用刀刺死，喉咙处被刺的次数不少于3次，当时嘴巴还被封着胶带，躺在地上一片血泊中。根据室友提供的线索，警方向民众发布了通缉令。嫌犯是一名年纪29岁的亚裔博士，驾驶着一辆蓝色丰田4门轿车。如果你有此人的任何线索，请务必第一时间联系警方。随后通过手机定位技术，在案发当天下午1点半左右，在离案发公寓5公里外一家汽车旅馆内，警方成功将次永飞缉拿归案。事情传开后，直接在当地华人圈引起热议，次永飞的个人背景也直接被曝光。他来自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市，是北京交通大学2006级的毕业生，后来赴美留学，第一站是俄勒冈州州立大学。案发时是名6年级的数学系博士生，曾经做过助教，被很多人认识。周围人对他的学术能力非常高，因为他在本科刚刚毕业后就进入了顶尖的数学研究所，研究方向是3D 模型与拓扑学。次永飞以前的本科导师也表示，自己看到这个新闻后感到非常的震惊和惋惜。永飞是他带过的最出色的学生之一，本科时的学术水平就已经超过了很多硕士，明明有大好前途，却为爱疯狂杀死前女友。在次永飞的 Facebook 主页上，公开可见的2篇文章都是关于死亡的讨论，一篇是某位作家关于死亡的感想，
次永飞称这个作家的思想非常纯洁，和人群保持距离，只为保持自己的纯洁。另一篇则是某位公众人物的自杀宣言，据称这个人一直挑战美国政府，最后直接自杀。他最后的遗言就是希望自己的死亡能让美国政府反省自己的制度。天才也许有各种各样的特别之处，但疯子一定有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非常疯狂。案发1年后的2014年6月，当地法院召开了庭审。法庭上，检方公开了诸多细节，表示在案发1个月前，嫌犯前往布朗大学参加学术交流，期间女友提出了分手，并很快结识了新男友。案发1个星期前，两人还确立了关系。无法接受的次永飞怒火中烧，返校后就开始筹划杀人行动。他先后购买了仿真子弹枪、刀、消音器、胶带和绳子等等。实施行动前，还提前订了汽车旅馆的房间，甚至写下了施虐剧本，想着要如何折磨和报复女友。开庭当天，次永飞承认自己至少花了1个星期谋划这场谋杀，也很清楚知道自己在做着可怕的事情。他的辩护律师希望法官量刑时能够考虑次永飞的成长环境，因为他从小生活在一个传统的中式家庭里，不但要忍受要求无比苛刻和严苛的父亲，还要忍受继母的虐待。这次次永飞直接造成了情感障碍，以至于他错手造成女友的死亡。可法官似乎并不怎么支持这个请求。如果一个人的不幸要让另一个人为此买单，那后者绝对是更加不幸。最后，次永飞被判处46年有期监禁。从监狱出来后，他会直接被驱逐回国。当他从伊利诺监狱出来时，已经年近80，父母也已经去世。由于案发时他的前女友依然是中国籍，所以如果回到中国的话，大概率也要再次接受审判。我们不知道在次永飞和黄梦辰两人的感情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场错乱，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次永飞把刀刺向死者喉咙的那一刻，这场错乱就已经被打了死结。最后一个案件也是在华人圈里传得沸沸扬扬的，那就是中国女留学生被男友注射毒物致死的事情。相对于前面的天才花滑少女施简娜，这位主人公留下的更多是无尽的可惜和悲痛。案件发生在美国犹他州的盐湖城。2022年2月11日半夜，当地犹他州大学的一位工作人员收到了一封很奇怪的邮件，上面的内容只有寥寥数语：为了减轻女友的痛苦，我已向他注射了海洛因，当你们找到我的时候，我们应该已经死了。工作人员怀疑这封邮件中的女友很可能就是他们学校最近一直失联的那位女学生董之凡，是一位来自河南的女留学生，遇害时只有19岁，就读于犹他州大学。更让这名工作人员不安的是，这封邮件是在1个小时前的3点51分收到的，这期间足足过去了1个小时。感到大事不妙的他立刻拨打了911。收到求助后，在学校的帮助下，盐湖城警方通过董之凡的手机定位，成功把位置锁定在一家汽车旅馆。早上6点半左右，当他们走进客房时，发现还是晚了一步。客房里面躺着一个年轻女孩，但已经没了生命体征。消息传开后，学校内外一片震惊，甚至有人评论说，在整件事情中，犹他州大学是间接害死了这个学生。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董一凡。作为家里的独生女，董一凡一直生活在父母浓浓的爱里，从小就表现出很强的艺术天分，诗词歌赋均有涉猎，喜欢写小说，就连绘画也是他的长处，家里至今都还放着他各个时期的作品。高中毕业后，董之凡被父母送到了美国的犹他州大学，只为了让女儿的人生更上一层楼。可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女儿就被凶手从人间送走。董父曾对记者说过，我们把女儿安全托付给犹他州大学，而他们却背弃了这种信任。我从来没有想过最后一次见到女儿是送她去美国的机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宁可女儿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对于女儿的离开，之凡的父母久久无法接受。女儿遇害时，距离20岁生日只有1个月，在这样花一样的年纪，却因为被人注射大量毒品不幸死亡。父母告诉盐湖城警方，女儿从小品学兼优，不可能会吸毒，肯定是遇到了迫害。
很快，警方的调查就验证了董父的推断。当晚，校方工作人员收到的那封邮件，正是董之凡的男友王浩宇发送的。在邮件中，他表示自己和女友通过暗网订了很多海洛因，并计划通过吸毒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为了减轻女友的痛苦，我才给她注射了海洛因。这是王浩宇面对警察询问时的原话。按他的说法，女友和他在这个小旅馆中吸食海洛因，打算一起殉情。接着王浩志说道，在进行到一半时，女友突然开始颤抖，呼吸变得特别急促，甚至还开始呕吐，所以我才出手的。在王浩宇说的有模有样时，警员打断了他，等等，你们约好了要一起自杀，那为什么你没事？对此，王浩宇解释说，我不清楚，我给女友注射之后也给自己注射了，但是等你们来了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并没有事。可事实上，王浩宇的身体没有任何异样，甚至不需要进行脱毒治疗。在检查尸体时，警方发现死者身上有很多大小不一的新鲜伤痕，而施暴者很可能就是王浩宇。因为在案发前1个月，董之凡就曾向警方投诉王浩宇，说自己被他暴力对待。周围人也向警方证实，在和女友发生矛盾后，王浩宇总是试图以暴力解决分歧。他口中所谓的一起殉情，大概率只是他借此脱罪的一面之词。由于酒店客房内没有监控，所以警方无法准确知道当晚在房间里面两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很多人猜测应该是王浩宇用某种借口把死者骗到酒店，然后强迫为其注射过量的海洛因和芬太尼。因为从董之凡多次求助信息来看，他几乎不可能会主动到酒店和王浩宇见面，当天应该是两人最后的谈判。案发后，死者的室友表示，王浩宇当时就在他们宿舍楼上，申请的是单人间宿舍。第1年刚开学没多久，王浩宇就把之凡追到了手。在异乡独处又涉世未深的之凡，也许看中的正是这个男孩身上的安全感和陪伴。随后，董之凡住进了楼上的单人间，和王浩宇开始同居。但交往一段时间后，她发现男友有很多问题，这才提出了分手。之凡是个很好的女孩，整个悲剧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奈何学校方面没有重视和及时采取措施。事发后，犹他州大学曾公布了一份多达91页的报告。在这份文件中，他们承认相关职工在工作上确实存在致命失误。在学校的时间线中，就在案发前的几个星期，宿舍管理人员就已经获悉这个女同学受到了同校学生的暴力恐吓。最早获悉相关情况的时间是在2022年1月12日。因为当时董之凡向盐湖城警局报案，说因为分手的事情自己受到了王浩宇的暴力袭击。随后的医生诊断记录证实，当时董之凡头部直接被打中。在这一次事件后，王浩宇被警方拘留了几个小时，并被要求在一定时间内不能接触报案人。被拘留了一次的王浩宇并没有就此收手，因为仅仅在第2天，警局再次接到了董之凡的报案。1月14日，在向警方报案的同时，董之凡也给学校打了电话，其中一位是宿舍管理员。电话中，董之凡表示，王浩宇有自杀的念头，你们可不可以给他做些身体检查？我很害怕，他会做出一些奇怪的事情。挂断电话后，宿舍管理员把相关情况记录在案，也曾经通过多种方式联系两人。但对于王浩宇存在的暴力问题，并没有将其告知学校警方以及学生行为处。4天后的1月18日，周围人发现董之凡和王浩宇都没有回到学生公寓，并且手机也打不通，发的邮件也没有回复，根本联系不上。可学校的工作人员认为，也许两人只是暂时有事外出，而且在他们的传统的认知里，亚裔学生向来是比较安守本分的。所以直到1月24日这天，学校宿舍的管理员才分别到两人的寝室调查，可当时只有王浩宇自己在宿舍。当晚，管理员告诉王浩宇，我们希望能向你核实一些相关情况，并为你诊断身体，但被王浩宇以有事为由拒绝了。也就是从这天开始，直到2月6日，董之凡还是没有任何音讯。室友也曾表示顾虑和担忧，他们向学校反映了情况，但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因为他们仅仅是学生。
到了2月8日，室友越发不安，无奈之下只能选择报警。3天后的2月11日半夜，学校职工人员接到王浩宇的奇怪邮件后，才10万火急报警求助。直到凭借这封邮件，2月11日凌晨6点左右，盐湖城警方才直接确认了董之凡的下落。只可惜此时他是以尸体的形式出现在酒店的客房里，当时他年仅19岁。在走访调查中，警方做了统计，包括学校、警局等，董之凡曾大大小小直接或间接求助过14次。在这14次经历中，犹他州大学有很大的失责，包括没有及时确定涉事学生身份，没有及时核查学生身心情况，没有及时处理学生失踪多时的情况等等。很难想象，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求助中，死者的心情经历怎样的折磨，直到最后那一刻，死亡的毒针被强迫注射在肉体上。案发后，犹他州开除了2名教职工，并对另外3人做出了处分，因为他们的疏忽很大程度上间接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案发1年后的2023年2月，犹他州大学向董之凡的父母赔偿了500万美元。除金钱赔偿外，学校会在校园内建一个纪念董之凡的纪念碑。实际上，在董之凡出事前，犹他州大学就发生过类似的案子。董之凡是该校近4年来第2个曾向校方求助却还是不幸被杀害的学生。2018年，该校一名女田径运动员麦克卢斯基曾打过20多通电话，告诉学校自己被骚扰，但因为学校管理不到位等原因，最终还是间接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对于我们外人来说，500万美元的确是笔不小的巨款，但相比较于唯一的女儿，董之凡的父母想要的肯定不是这笔钱，他们只想女儿回到自己身边。至于26岁的杀人凶手王浩宇，因为心理健康状况等原因被羁押后，当局并没有立即召开庭审。案发2年后的2024年2月，当局认为他已经有能力接受审判，所以就将开庭计划提前。目前，王浩宇被控的罪名包括1级谋杀、滥用违禁药等等。犹他州目前没有取消死刑，王浩宇会被判死刑还是终身监禁？目前庭审依然在进行中。最后还是那句话，当你对象存在严重暴力倾向时，有多远躲多远，学会保护自己永远是一门必修课。血色情人、梦断香槟，类似的悲剧似乎总在轮回出现。不管如何，还是希望每个人都好好爱自己的身边人，也希望每个人都能被身边人好好爱着。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